好了，同学们，我现在面前的呢是苹果刚刚发布的 Apple Watch Ultra。它的这个包装盒和 Apple Watch 包装盒不太一样的是，它这种纸是一个，不是光面的纸。哦，我这个是高山那个表带的，所以它配的就是一个高山的图，是吗？我们先给它拿下来一个纸册，然后如何和你的手表进行配对以及充电，有一点点像 Apple 在前几年推出的一本Johnny Ive 设计的 Apple Design 那本杂志。好，我们现在把它区分开，我们先看手表，好不好？1、2、3。当当 ，Apple Watch Ultra 它的数据线也不一样了，磁吸口还是一样的，但是它采用那种编织材质的数据线，给它拿出来。哎，侧面据说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按钮，橙色的一个按钮，这是一个硕大的数码表冠。然后我们再来开箱一下这个表带，然后我们把表带给它拿出来。这个橙色是我在这几条表带里颜色最喜欢的一条，给它拿过来。哎，这个表带其实要比较轻。然后从这边给它卡过来，大概 Apple Watch Ultra 长这个样子。今天的视频我们分成3部分，先说不同，再说独占，最后说说谁适合买什么。第一个不同，外观不同。Ultra 的外观和 Series 8相比 ，Series 8就像是一个精致打磨的珠宝，而 Ultra 则有一点点像Series 8。铁血战士版啊，当然在工艺上还是没得挑。如果你上手体验，你就会发现它的做工非常精致，细节非常丰富，但确实不如 Series 8好看。咱们评价这个表的时候，就说这个表啊有气质。Ultra 的表冠非常大，大齿轮更容易操控，保护模块则最大程度的去减少误操作。我特意戴手套给大家测试了一下，确实大按钮操作起来反馈感更强。另外呢，左侧新增加了一枚国际标准的橙色按键，你可以自定义功能。在使用中，我遇到的一个不习惯的点就是左右同时出现按键之后呢，很容易误操作。比如说，我想按这个表冠的时候，左手拇指这个不自觉的一发力，哎，就开启了左边这个自定义功能。这个部分我估计新上手的同学还需要适应一下。虽然说物理上增加了一个按键，但 Ultra 可以通过2侧按键同时按压实现第4枚按键的作用。比如说秒表应用，橙色快捷键是标记功能，而2侧按键一起按则是结束计时。第二个不同，材质不同。Ultra 的机身采用钛金属，这种材质在银色之中会散发出淡淡金色光芒。钛金属和不锈钢相比，一大优势就是轻，这也让 Ultra 在体积增大了41%的基础上，重量呢只增加了19%。钛金属的第2大优势就是抗腐蚀能力强，尤其是在抗海水腐蚀这个特点上，开拓了全新的海洋场景。Ultra 的底部是一大块灰色陶瓷，哇，非常好看。如果苹果未来推出一款灰色全陶瓷的 Apple Watch，我可能抗拒不了啊。第3个不同，表盘尺寸 ，Ultra 是49毫米 ，Series 8是45毫米。这个部分经过我的仔细对比，我发现这个尺寸的差别其实主要来自于表壳，而单纯从屏幕尺寸来说 ，Ultra 和 Series 8两者屏幕大小几乎相同，在内容的实际显示上也几乎没有差别。Ultra 也配备了苹果手表有史以来功能最多的寻路者表盘，拥有8个自定义功能。这个表盘呢是 Ultra 独占的。这个表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通过旋转表冠快速进入深色模式。我必须要说啊，这个色彩和交互非常的酷。但是我也想问一下专业用户，这个深色模式它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觉得没有彩色模式实用啊，因为你功能变成一个颜色之后，它也不好区分。而且这个夜色之中，当我换成这样一个表盘之后，莫名这个身边的气氛能诡起来。好像有不少女生也想入手 Ultra， 我特意找了一个小姐姐给大家测试对比啊。左侧是她佩戴41毫米的 Apple Watch， 右侧呢是 Apple Watch Ultra， 她大概身高1.6米左右吧，中等身材。第4个不同，佩戴感。我自己上手体验 ，Ultra 在手腕上，你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大，也完全不觉得沉，但是厚度能非常直接的感受到提升，厚了很多。所以很多同学想着买回来日常当做手表来佩戴，我觉得夏天是 OK 的，但是如果冬天戴的话，你那个衣服的小鼓包就是你购买 Ultra 的证明。第5个不同，屏幕。Ultra 的屏幕达到了 iPhone 14 Pro 的亮度级别，2000尼特啊，
在室外强光下阅读的体验非常清晰，非常通透。我用强光照射 Ultra 和 Series 8最高亮度对比，大家就能看出这个亮度的差别了吧？而且 Ultra 的这个亮度在夜晚充当手电筒的时候，它的照明范围也会更广。第6个不同，续航。官方宣称可以续航36小时，不过需要说明啊，官方那个续航时间呢，它是打开各种功能之后测试的。如果大家日常使用，应该可以使用3天左右。由于我拿到的时间比较短，几乎都是全天亮屏测试，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太多参考。回头我长期使用做一下总结啊。另外，我说明一下 ，WatchOS 9不是新增了一个低电量模式吗？这个 Ultra 它在开启低电量模式之后，可以将续航延长到60小时。我大概换算一下，可以使用5到6天左右。咱们之前说过，对于 Series 8，我是不建议开启这个功能的，因为开启之后，心跳、血氧这些传感器功能都关闭了。但是对于 Ultra， 它的使用价值会更高，因为当你去野外，比如说几天露营的时候，你更需要的是指南针、导航。而对于健康监测呢，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需求。那么在这个场景之下，你就可以开启低电量模式，继续使用指南针等功能。好了，第一个找不同的环节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说说 Ultra 的独占啊。第一个独占，双频 GPS 定位，一个是精度更高，双频精度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单频的10倍。比如说单频精度是10米的时候，那双频就是1米。第二个，双频 GPS 定位呢，能够更好的减少高楼啊这些障碍物对于信号的影响。普通用户的话，Series 8的精度完全够用啊！专业跑步用户，他们对定位要求更高，才需要用到双频的 GPS。依托在这个更精准的双频 GPS 基础之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应用——指南针。只要你升级到 WatchOS 9，那么指南针在其他的 Apple Watch 上也支持，只不过呢，Ultra 会更加精准。首先，当我打开应用，默认表盘它就是东西南北，对吧？非常醒目的字体标注。如果这个时候我旋转表冠，你就会发现表盘上除了东南西北指向之外，还增加了海拔高度和倾斜角度。而表盘中心区域呢，则像是一个导航视角，大家发现了吗？没错，指南针很实用的2个新功能来了。第一个叫做航点，大家别被这个名字吓住啊！我一句话就能给大家总结明白了，就是你去野外露营，你就给自己帐篷设置成一个航点，然后不管你怎么走，最后 Ultra 都能通过手表给你导航回帐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之前设置的一个航点，然后可以通过旋转表冠增加和减少这个比例尺，然后去看大概我距离它的位置，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有趣的是，你可以设置多个航点。如果把快捷键设置成航点，那么在户外玩的时候，按一下就是直接留下一个定位。你可以给这些航点设置不同的名字、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标，你的手表就是一个精密的超级小导航。航点这个功能 ，Ultra 还专门有一个停车位置寻回的快捷入口，你去商场就再也不怕找不到停车位置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测试对于不同楼层停车场双频 GPS 精度会不会比 S8 更精准了，回头我们找机会测试一下。第二个实用功能呢，叫做回溯。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又让人头大啊，好晦涩。一句话给大家解释，就是让你怎么来的再怎么回去。这个功能操作起来其实有一点点绕啊，我也是试了几次才弄明白。如果你希望记住来时候的路，那么记得在你出发之前按右下角这个2个小脚丫的按钮，小脚丫变成暂停符号的时候，就说明手表开始通过双频 GPS 去记录你的行驶路径了。当你在记录路途的时候，表盘上的路径是橙色的，这个是考点啊，去年没考，今年肯定考啊。而当你走的觉得差不多了，觉得该回家了，但是哎呀有点记不清路了，这个时候你点击右下角的暂停，然后再点击回溯追踪这个按钮，你会发现刚才的橙色路径变成了白色。大家记住，白色就是你通往回家的路。大家看啊，现在白色的这条线就代表着我们刚才来的那条路线，然后你看，你可以根据它的指引去稍微调整一下方向，然后旋转表冠来看一下大概的距离。你只需要按照手表的方向提示原路返回就可以了。有这个功能之后，就不存在迷路的可能性了。我记得以前看过格林童话，就有个小女孩，然后走进大森林，然后怕迷路，给自己沿途一路做下记号，就是边走边撒那个面包渣。然后后来那个想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面包渣都被小鸟给吃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童话。实际测试了啊 ，Ultra 即使在断开手机连接、没有蜂窝网络、飞行模式之下，开启回溯，也可以通过手表的 GPS 来记录路径，并按照指引原路返回，大大提升了手表脱离手机后的可用性。第二个独占，
Ultra 上配备了一颗警笛，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本身呢又这个筋疲力竭，没有力气去喊求救，那这个时候警笛就是泰坦尼克号里 Rose 救命的那个小哨子。开启警笛有2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在应用里找到，然后直接打开；第二种呢，就是你长按右边这个侧键，然后右滑警笛模块进行打开；第三种呢是长按橙色按键，然后也是滑动模块打开。为了测试这个功能啊，我特意找了一个犄角旮旯没人的地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其实我已经把声音调小了，大家听听它这个发出的调就可以啊。实测，当你紧挨着手表去测试，最高 Apple Watch Ultra 发出了91分贝的声音，非常的吵。而且 Ultra 这个警笛它会改变节奏，去给搜救人员尽可能大的提醒。官网说声音可以传播180米，这个我就没有实际测试了，就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拍视频，然后距离180米，真要是有个人给我拿走了，我真是追不上的呀。第3个独占3颗麦克风啊 ，Ultra 可以在风吹雨淋的野外拥有更清晰的通话效果。第4个独占超强的防水性能 ，Ultra 可以实现100米防水以及40米潜水，而且大家记得吗？钛金属的抗海水腐蚀，在这个场景下就比 Series 8要更有优势了。包括 Ultra 后边也用专业的螺丝去固定，都是为了解决海水中水压的问题。这些都是 Series 8所不具备的。苹果呢，给手表的右上角加入了水温和水压传感器，同时开发了一款水深 App。这款应用比较有趣的就是，它在潜水的过程中呢，是通过压力和水感知自动打开。苹果还联手开发者开发了一款叫做 Oceanic Plus 的应用啊，不过目前还没有正式上线。我看是可以提醒下潜深度啊、下潜方向啊、下潜速度啊，以及多久能上浮到水面等等一系列信息。不过我确实是不懂潜水，那就别说潜水了，就我的那个游泳水平，你让我去摸那游泳池底儿，我都够不着啊。所以喜欢潜水的同学，大家自己研究一下，你别老等着我。现在呢，来准备入水，我先试一下水温。哎呀，这个水温还有点凉，撩撩水。好了，我现在已经打开那个记录水深的 app 了，我进水。他说记录水深，请将这个 Apple Watch 进入水中。但是看来我这个水盆是不太行，我估计啊，可能是它是跟海拔有关，因为我这住在楼上嘛。但现在总是我在楼上这个场景，没办法给大家测试了啊。以上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的差别与独占。最后我来讲讲苹果给这3个场景开发的3条表带：高山、野径和海洋。首先我们说明啊。Ultra 的所有表带和45毫米版本的 Apple Watch 都通用啊，你以前买的那些表带也可以日常在 Ultra 上使用。这3个场景表带也可以在标准版的 Apple Watch 上使用。我们先说高山表带，非常薄的一款表带，它的上下呢分为2层，外侧是由一个一个小拱形组成。小细节，这根表带是完全编织而成的，没有一处缝合线存在。有一点点弹性，但不是很多。表扣呢是由钛金属打造，和 Ultra 它的适配度非常高，外圈拱形看上去像是一个装饰，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有2个用途啊，一个是调松紧的时候，一旦你确定了这个尺码，那么表带会利用2个拱形之间的隆起，牢牢的卡在这个表耳连接处，起到稳定的作用。因为过于稳定，戴上之后你再想调节松紧，其实还挺麻烦的。第二呢，就是表扣需要通过拱形去牢牢勾住，这个表带的稳定度非常高，当然相应的佩戴和曲线难度也非常高。第2个表带，野径表带，3个场景表带里我最喜欢的，非常舒适，弹性呢要比高山表带好很多。表带外侧是靠这种魔力贴，无论是佩戴还是摘下都非常简单。我最喜欢这个表带的原因是它的内部并不像高山表带一样就是单纯的编织，而是有一层类似于植绒的这种触感，但在手腕上非常舒适。即使大家不买 Ultra 这款手表，我也推荐去给自己的 Apple Watch 标准版来一根这个表带。第3个海洋表带，氟橡胶制成，有一定弹性，但是不多。表扣呢还是钛金属圆环，这个佩戴方式非常有趣。钛金属圆环里有弹簧和卡扣，可以自由的进行拆卸，起到对表带的固定作用。这个表带在佩戴的时候非常稳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表带每一节都会有一个孔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流体力学有关，还是说单纯的装饰。另外，苹果给这个系列单独推出了一个延长表带，这么长啊，据说是为了给加厚潜水服使用的。这个表带的这个长度是不是就是在水里行走，然后脑袋上顶个大缸那种潜水？我这好像是在电视里见过。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对于 Apple Watch Ultra 的真实体验反馈，希望看完视频能让大家了解这是一款怎样的产品。我说说购买建议，这款手表它的售价是6299。除去700多的表带钱，其实和45毫米不锈钢 Series 8价格几乎相同。那么问题来了，Ultra 又有这么多新特性，
又有长续航，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用户，是否应该考虑购买呢？从我的使用体验来看呢，我依然建议专业用户首选 Ultra， 普通用户首选数字系列。如果你选择了 Ultra，但只是当做一块智能手表日常使用，那你既浪费了超强的运动场景，同时又失去了数字系列出色的外观、厚度以及轻薄便携。要知道，轻薄在睡眠场景和冬天佩戴都至关重要。至于续航，相信我 ，Apple Watch 普通版的续航绝对可以满足你的使用需求。全球有超过1亿的 Apple Watch 用户，他们的一天是24小时，你的一天也是24小时啊。而对于专业用户呢，Ultra 毫无悬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更专业的屏幕。更专业的传感器，更专业的算法，更专业的独占功能。它在比不锈钢 Series 8多了如此众多功能的前提下，售价几乎相同。我查了一下运动手表这个品类 ，Ultra 这个价格似乎只算是一个中间的价格，最贵的运动手表也有轻松破万的。当然，对于专业用户，大家肯定比我更了解这个品类了啊！我呢就是给大家来呈现这款产品的特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的进行选择。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